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很容易看见黑暗。生活里只要出现一点不顺利，内心就会立刻放大那些不好的部分。某一句话说得不够完美，某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，某段关系出现一点距离，这些片段会在脑海里反复出现。越想，就越觉得生活好像充满问题。那时候的我以为，如果能够找到所有问题的原因，如果能够修正所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人生就会变好。于是我不断分析，不断检讨，不断试图修正自己。但奇怪的是，越是这样做，内心反而越疲惫。因为当注意力一直停留在黑暗里，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暗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机制，叫做选择性注意。人的大脑每天接收大量讯息，但我们只会看见自己关注的部分。如果你习惯注意问题，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搜寻更多问题。如果你习惯注意缺失，你的世界就会看起来充满不足。这并不是因为世界真的只有那些东西，而是因为你的焦点决定了你看见什么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也许人生不需要一直对抗黑暗，也许只需要把目光转向光。光并不一定是巨大的成功，也不一定是惊人的改变。有时候，光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，是一个温暖的早晨，是一句真诚的关心，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。当你开始留意这些细微的光，世界的颜色就会慢慢改变。吸引力法则常常提到一个简单的原则：能量会流向你关注的地方。当你把焦点放在缺乏上，缺乏就会被放大；当你把焦点放在美好上，美好就会慢慢扩散。这不是忽视问题，而是选择方向。因为当一个人持续看见光，内心就会变得稳定，而稳定的心才有力量面对困难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专注于正向经验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与血清素。这些化学物质会提升情绪，也会让思考变得更开阔。当你的情绪变得明亮，你就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所以光不只是感受，它其实是一种力量。当你把焦点放在光上，很多原本看起来巨大的黑暗会慢慢缩小。不是因为它们消失了，而是因为你的世界变亮了。就像房间里的阴影，如果你一直盯着阴影看，它看起来会很巨大。但当你打开一盏灯，阴影自然就退到角落。人生的很多困难也是如此。当你只专注在问题里，它们会变得沉重。但当你同时看见希望、可能与微小的美好，内心就会多一份力量。而这份力量会慢慢改变事情的走向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困住你的黑暗，其实没有那么坚固，它们只是缺少光。当光出现，它们就自然退开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站在某个看起来有些阴暗的阶段，请不要急着与黑暗对抗，先试着找一点光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一个值得感谢的瞬间，一个让心稍微放松的呼吸，一件仍然存在的美好。当你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光上，你的世界就会开始改变。一束光会带来另一束光，一点希望会唤醒另一点希望。然后在不知不觉之中，那片曾经看起来很深的黑暗会慢慢后退。不是因为你打败了它，而是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光照亮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很容易看见黑暗。生活里只要出现一点不顺利，内心就会立刻放大那些不好的部分。某一句话说得不够完美，
某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，某段关系出现一点距离。这些片段会在脑海里反复出现，越想就越觉得生活好像充满问题。那时候的我以为，如果能够找到所有问题的原因，如果能够修正所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人生就会变好。于是我不断分析，不断检讨，不断试图修正自己。但奇怪的是，越是这样做，内心反而越疲惫。因为当注意力一直停留在黑暗里，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暗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机制，叫做选择性注意。人的大脑每天接收大量讯息，但我们只会看见自己关注的部分。如果你习惯注意问题，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搜寻更多问题。如果你习惯注意缺失，你的世界就会看起来充满不足。这并不是因为世界真的只有那些东西，而是因为你的焦点决定了你看见什么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也许人生不需要一直对抗黑暗，也许只需要把目光转向光。光并不一定是巨大的成功，也不一定是惊人的改变。有时候，光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，是一个温暖的早晨，是一句真诚的关心，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。当你开始留意这些细微的光，世界的颜色就会慢慢改变。吸引力法则常常提到一个简单的原则：能量会流向你关注的地方。当你把焦点放在缺乏上，缺乏就会被放大；当你把焦点放在美好上，美好就会慢慢扩散。这不是忽视问题，而是选择方向。因为当一个人持续看见光，内心就会变得稳定，而稳定的心才有力量面对困难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专注于正向经验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与血清素。这些化学物质会提升情绪，也会让思考变得更开阔。当你的情绪变得明亮，你就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所以光不只是感受，它其实是一种力量。当你把焦点放在光上，很多原本看起来巨大的黑暗会慢慢缩小。不是因为它们消失了，而是因为你的世界变亮了。就像房间里的阴影，如果你一直盯着阴影看，它看起来会很巨大。但当你打开一盏灯，阴影自然就退到角落。人生的很多困难也是如此。当你只专注在问题里，它们会变得沉重。但当你同时看见希望、可能与微小的美好，内心就会多一份力量。而这份力量会慢慢改变事情的走向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困住你的黑暗，其实没有那么坚固，它们只是缺少光。当光出现，它们就自然退开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站在某个看起来有些阴暗的阶段，请不要急着与黑暗对抗，先试着找一点光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一个值得感谢的瞬间，一个让心稍微放松的呼吸，一件仍然存在的美好。当你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光上，你的世界就会开始改变。一束光会带来另一束光，一点希望会唤醒另一点希望。然后在不知不觉之中，那片曾经看起来很深的黑暗会慢慢后退。不是因为你打败了它，而是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光照亮。我总是好奇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有些人走到哪里，似乎都能遇见温暖的人、好的机会，还有让人安心的环境，而有些人却好像总是在与疲惫的人事物相遇。那时候我以为那只是运气的差别，有人天生比较幸运，有人比较不被命运眷顾。
直到后来，我慢慢看懂一件事情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遇见的世界，其实是自己内在状态的回声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共振。人的情绪与能量会在无形之中影响周围的人。当一个人长期处在焦虑与防备之中，他的语气会变得紧绷，他的眼神会带着不安。周围的人也会在无意识中感受到这种状态。而当一个人内心稳定、温暖、真诚，那种气息同样会被感受到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走进一个空间，整个气氛都会变得柔和。不是因为他们刻意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像一束光。吸引力法则其实一直在说同一件事情。你是什么样的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事物。如果你的内心充满怀疑与防备，世界就会显得冷漠。如果你的内心充满温暖与信任，很多美好的事情就会靠近。这并不是神秘的力量，而是一种自然的共振。就像音乐一样，当一个音符被弹起，相同频率的音弦会开始震动。人生的相遇，有时候也是如此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试图从外界寻找光，希望遇见温暖的人，希望进入好的环境，希望世界能够先对我温柔。但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改变往往不是从外面开始，而是从自己开始。当你愿意让自己变得明亮，世界也会慢慢回应。这样的明亮，不是完美，也不是没有阴影，而是一种愿意保持温柔的力量。即使生活偶尔不顺，你依然愿意善待自己；即使世界有时冷漠，你依然愿意保持善意。当一个人能够这样生活，他的存在本身就会发光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情绪其实会在群体之中传递。当一个人展现出平静与喜悦，周围人的大脑也会同步产生相似的反应。这就是所谓的情绪感染。所以光其实是一种可以传递的力量。当你活成光，你不只是照亮自己，你也会照亮周围的人。而那些同样带着光的人，也会慢慢靠近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的生活开始出现不同的风景。你遇见的人更真诚，进入的环境更舒服，机会也变得更加自然。很多人会说那是幸运，但其实那更像是一种回应，回应你内在那份稳定的光。当你不再只是等待世界变好，而是先让自己变得温暖，很多事情就会开始改变。那些与你不再共振的关系会慢慢离开，那些与你相似的灵魂会慢慢靠近。于是你的生活就像一个被光吸引的地方，越来越多温暖的人，越来越多善意的事情，越来越多刚刚好的相遇。而在某一天，当你回头看这段旅程时，你会突然明白一件很温柔的事情。原来世界并不是突然变亮，而是你先学会发光。当你活成光，那些与光同频的美好就会在时间里慢慢出现，然后一点一点地走进你的生命。我总是很在意外在的世界，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在意自己是否被认可，在意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很多时候，我以为人生的改变是从外界开始的，需要遇见好的机会，需要遇见对的人，需要走进某个刚刚好的环境。只要那些条件出现，生活就会慢慢变好。但后来我慢慢明白，事情往往是反过来的。很多真正重要的相遇，其实是从内在开始。当一个人的内心开始变得明亮，他的世界就会慢慢出现不同的人与事情。
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共振，人的情绪、价值观，甚至思考方式，都会在无形之中影响我们与谁靠近。当你处在迷惘与不安之中，很容易被同样混乱的环境包围。但当你的内心开始稳定，开始清楚自己是谁，开始愿意善待自己，你吸引的世界就会不同。吸引力法则常常被误解成一种愿望清单，好像只要想象，世界就会把想要的东西送到你面前。但真正深层的部分其实是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靠近什么样的频率。当你的内在开始发光，那些与光相似的人事物，自然就会靠近。这样的光，不是完美，也不是没有脆弱，它更像是一种真诚。你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开始愿意面对自己的情绪，开始学会照顾自己的内心。当一个人这样生活时，他的存在会变得柔软而清晰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做镜像神经元的系统。当我们与他人互动时，会自然感知对方的情绪与状态。所以一个内心稳定的人，会让周围的人感到安心。一个内心温暖的人，会让人愿意靠近。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反应。所以有些相遇看起来像命运，但其实那是两种频率慢慢靠近的结果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生活里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人，他们的语气更温柔，他们的眼神更真诚，他们的存在让你感到被理解。同时，一些不再适合你的环境也会慢慢远离。那些曾经让你感到压力的关系，那些让你感到消耗的地方，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淡出你的世界。这并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调整。当你的内在开始明亮，世界也会为那份光重新排列。有些人会走进来，有些事情会出现，有些机会会打开。而你会慢慢明白，原来很多相遇并不是偶然，他们只是被你的光吸引。所以与其不断向外寻找，不如先回到自己，让内心变得清晰，让情绪变得稳定，让生命保持真诚与善意。当你愿意这样生活，你的存在就会像一盏灯。那盏灯不需要刻意呼喊谁，也不需要用力证明什么，它只是安静的发光。而在时间的流动里，那些真正与你共振的人事物，会慢慢看见那束光，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进你的生命。我总是把很多事情称为巧合。某个人突然出现在生活里，某个机会刚好出现在眼前，某段关系在不经意之间开始。看起来像是命运的安排，像是一种偶然。但慢慢的，当我回头看那些片段时，忽然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些所谓的巧合，其实都发生在某些特定的时期。当我的心境改变，当我的想法不同，当我开始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，生活里的人与事也开始慢慢不同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也许人生里很多相遇，并不只是巧合，它更像是一种频率。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叫做情绪共振，人的情绪与状态会在互动之中互相影响。当一个人长期处在焦虑与怀疑之中，他的语气会变得紧绷，他的行为会带着防备，而周围的人也会不自觉地感受到这种能量。但当一个人内心变得稳定，开始相信自己，开始愿意对生活保持开放，他的整个气场都会改变。这种改变看起来很微妙，却会慢慢影响他遇见的人与事情。吸引力法则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，世界并不是随机运作，很多事情
其实是由内在的频率所吸引。如果你的心里充满匮乏，你就会更容易注意到失去；如果你的心里充满恐惧，你就会更容易遇见让你不安的情境。但当你的内心开始转变，开始相信可能，开始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你遇见的世界也会慢慢不同。这并不是神秘的魔法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的大脑会根据内在信念过滤资讯。当你相信某件事情可能发生时，你的注意力就会更容易捕捉到相关的机会。原本被忽略的可能开始变得清晰，于是你会走向那些机会，做出新的选择，进入新的环境。看起来像是命运突然转动，但其实是你先改变了方向。我后来慢慢理解一件事情，我们每一天的想法，每一种情绪，每一个选择，都在形成一种频率。这种频率像是一首正在播放的音乐。当音乐响起时，那些与它相似的旋律就会自然地加入。于是生活开始出现某种节奏，你会遇见与你想法相似的人，会走进与你价值观相近的环境，会被某些机会吸引。一切看起来像是偶然，但其实那只是共振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生活里开始出现很多新的可能，出现更温暖的人，更适合的机会，更清晰的方向，请不要只把它们当成运气。也许那是你内在的频率正在改变，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，开始愿意让世界看见真正的你。当这种改变发生时，宇宙就会慢慢回应。那些与你不再相符的事情会逐渐远离，而那些与你共振的可能会一步一步靠近。于是有一天，当你回头看过去的自己时，你会忽然明白，原来很多曾经以为的巧合，其实早就在时间里被召唤。不是因为幸运，而是因为你正在散发的那种频率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其实不太相信奇迹，不是因为世界不美好，而是因为生活看起来太真实。现实里有压力，有责任，有很多看起来必须一步一步完成的事情。于是我慢慢习惯一种思考方式，凡事先看限制，先看难度，先看那些可能失败的地方。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安全，因为当你不期待太多，失望就不会那么大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会在事情开始之前，就先告诉自己，也许不会成功，也许没有机会，也许事情就是这样。那样的日子看起来很理性，但内心却慢慢变得狭窄。因为当一个人只看见限制，未来就很难出现新的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试着问自己一个不同的问题：如果事情真的可以改变呢？如果生活还有别的可能呢？那是一个很小的转念，但它像是一道门。当你愿意相信一点点可能，视野就会开始打开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可能性思维。当一个人愿意相信未来存在不同的结果，大脑就会开始寻找新的解决方式。原本看起来封闭的情境，会慢慢出现新的角度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抱持开放与希望的想法时，大脑的创造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会提升。因为那时候，你的思考不再被恐惧限制，而是开始探索。吸引力法则也常常提到一件事情：宇宙无法回应你完全拒绝的可能。如果你的内心早已认定事情不会发生，那扇门就会一直关着。但当你愿意相信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那扇门就会出现缝隙。
而奇迹往往就是从那道缝隙进来。奇迹其实很少是突然降临的，它更像是一条新的路。一开始只是一个念头，一个尝试，一个看似微小的选择。但当你愿意走出那一步，事情就会开始改变。你会遇见新的资讯，遇见新的机会，遇见原本没有注意到的人。很多人会把这些称为幸运，但其实那只是因为你让可能性进来了。如果你始终关闭那扇门，那些事情就永远不会出现。我后来慢慢明白一件事情，人生里很多突破，其实不是因为条件完全成熟，而是因为有人先相信。相信事情可以不同，相信自己可以成长，相信未来还有空间。当这样的信念出现，整个世界就会开始移动。也许一开始只是很小的改变，你开始尝试新的事情，开始愿意接触新的环境，开始对生活保持好奇。但正是这些小小的转变，会慢慢累积。就像一扇门被推开一点点，光会从缝隙进来，空气会开始流动，整个房间也会变得不同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站在某个看起来没有出口的地方，请不要急着否定未来。也许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只是因为那扇门还没有被打开。你不需要一次就相信全部，只需要允许一点点可能，一点点希望，一点点好奇，一点点愿意尝试。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世界就会慢慢回应。新的道路会出现，新的机会会靠近，新的故事会开始。然后有一天，当你回头看这段旅程时，你会忽然发现，那些曾经以为不可能的事情，其实早就在等待一个入口。而那个入口，正是你选择相信可能性的那一刻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